2002年的寒冬，一股不安的气息笼罩着马萨诸塞州科德角宁静的小镇特鲁罗。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一位名叫克里斯塔·沃辛顿的前纽约时尚作家被发现死于家中。随着调查的深入，几乎整个镇上的男性居民都成为了警方的潜在嫌疑人。今天我们将一起回顾这起案件，探寻隐藏在海角风光背后的残酷真相。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来到24探案。克里斯塔·沃辛顿1955年出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定居在特鲁罗之前，他的人生充满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克里斯塔毕业于著名的瓦萨学院，这所历史悠久的文理学院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在瓦萨，他展现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卓越的天赋。毕业后，克里斯塔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学术道路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他投身于纽约充满魅力的时尚界。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对潮流的精准把握以及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克里斯塔迅速成为了一名备受尊敬的时尚记者和作家。他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当时顶级的时尚杂志和报刊上。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专业的笔触，记录着时装周的喧嚣，解读着设计师的理念，成为了连接时尚潮流与大众的桥梁。对于许多人而言，克里斯塔的生活仿佛一部精彩纷呈的时尚纪录片。他穿梭于纽约、伦敦、巴黎等时尚之都，与那些定义时代潮流的设计大师和时尚偶像近距离接触。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年仅26岁的克里斯塔就获得了采访时尚界泰斗伊夫圣洛朗的机会，这无疑是对他专业能力和行业地位的最好证明。这次成功的采访也为他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尊重。然而，身处时尚界的光环之中，克里斯塔的内心世界似乎并不完全被这份表面的繁华所填满。她的前男友史蒂夫·拉德劳尔回忆说，尽管克里斯塔置身于这个充满魅力的圈子，但她从未真正觉得自己完全属于那里。或许，在追逐潮流和报道时尚的过程中，克里斯塔也在寻找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归属感。1997年，克里斯塔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离开喧嚣的纽约，回到他家族位于科德角特鲁罗的房产。这里是他的故乡，一个与纽约的繁华截然不同的宁静之地。克里斯塔希望在这里寻求内心的平静，同时也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正如他的朋友拉德劳尔所说，克里斯塔一直渴望为人母，他认为特鲁罗将是抚养孩子一个理想的场所。然而，当时的他并未结婚，也没有固定的伴侣，这为他实现这个愿望增添了几分复杂性。时间来到2002年的冬天，特鲁罗被一层寒冷而寂静的氛围所笼罩。1月6日，星期日，这个寒冷的日子里发生了一起彻底打破小镇宁静的事件。当天下午，克里斯塔的前男友蒂姆·阿诺德来到了他位于德波特路50号的住所。阿诺德也是一位作家，他和克里斯塔虽然已经分手，但两人之间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阿诺德此行的目的是归还之前借用的一把手电筒。当阿诺德驾车沿着克里斯塔家那条用碎贝壳铺成的长长的车道行驶时，他立刻察觉到了一些异样。克里斯塔的汽车停在房前，但门口却堆积着几份未被取走的报纸。通常情况下，克里斯塔不会让报纸堆积如此之久。阿诺德敲响了前门，但无人应答。他绕到房子的侧面，发现通往厨房的门竟然微微敞开着。阿诺德推开门走了进去，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克里斯塔·沃辛顿倒在了厨房的地板上，已经失去了生命。更令人心碎的是，克里斯塔2岁半的女儿艾娃就躺在她母亲的尸体旁边，似乎在试图哺乳。小艾娃看起来并未受伤，但她幼小的身躯依偎着冰冷的母亲，这一幕无比凄凉。记者埃里克·威廉姆斯在事后回忆，阿诺德告诉警方，小艾娃当时正试图依偎着她的母亲。阿诺德立即抱起艾娃跑出了屋外，然后前往附近的邻居家拨打了911。警方和急救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他们发现克里斯塔的尸体躺在厨房通往其他房间的走廊上。记者威廉姆斯描述说，克里斯塔身上有淤伤，看起来曾发生过某种程度的冲突。他下半身赤裸，
左肺被刺伤，刀刃穿透了他的身体，深深地刺入了他身下的厨房地板。现场的迹象显示，克里斯塔的家遭遇了暴力入侵，前门被强行破坏，房屋外的地面上有拖拽的痕迹，一些私人物品散落在车道上，屋内的景象也一片狼藉。令人遗憾的是，最初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在处理尸体时，随意地从屋内拿了一条毯子来覆盖克里斯塔的遗体，这无疑对后续的现场勘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很快，克里斯塔、沃辛顿在特鲁罗遇害的消息像野火般迅速传播开来。这是特鲁罗30年来发生的第一起凶杀案，对于这个宁静的小镇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震动。克里斯塔、沃辛顿的遇害在特鲁罗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和猜测。由于案件本身充满了谜团，加上受害者的特殊身份，这起谋杀案迅速成为了当地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每个人都在猜测凶手是谁，以及作案动机是什么。警方在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由于现场发现了性行为的证据，调查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性侵犯相关的谋杀案。因此，在调查初期，克里斯塔、沃辛顿的亲近之人成为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首先被调查的是发现尸体的蒂姆·阿诺德，他不仅是克里斯塔的前男友，而且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更重要的是，警方在覆盖克里斯塔尸体的毯子上发现了阿诺德的精液。虽然两人曾同居于此，但这一发现仍然引起了警方的重视。阿诺德坚决否认与克里斯塔的死有关，并且拒绝过多谈论他。另一个重要的调查对象是艾娃的父亲托尼·杰克特。杰克特是当地的一名渔业管理员，已婚并育有6个孩子。他与克里斯塔在1997年有过一段婚外情，并生下了女儿艾娃。起初，杰克特对这个意外到来的孩子并不积极，克里斯塔曾要求他支付抚养费，并告知他的妻子苏珊。苏珊·杰克特表示，在克里斯塔遇害前，她对丈夫与克里斯塔的这段关系以及女儿艾娃的存在毫不知情。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得知真相后，苏珊选择了原谅托尼，并且表示愿意与克里斯塔共同抚养艾娃。在克里斯塔遇害时，杰克特声称自己和妻子在一起，并且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尽管如此，警方并未排除任何嫌疑人。调查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情况变得非常复杂，甚至包括杰克特当时的亲戚凯斯阿马托，他曾偶尔在克里斯塔家附近的海滩冲澡。克里斯塔年迈的父亲克里斯托弗·沃辛顿也成为了调查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与一位29岁的前海洛因成瘾者交往。克里斯塔认为父亲在他身上花费了过多的钱。调查的关键在于克里斯塔尸体上发现男性 DNA 证据，警方希望通过比对样本来找到凶手。然而，当时州犯罪实验室的工作量巨大，比对结果迟迟未能出来。警方甚至向联邦调查局寻求帮助，希望能够根据 DNA 信息分析出凶手的侧写，但并没有任何进展。1年后，犯罪实验室终于出具了比对结果，但这对于警方来说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在克里斯塔身上提取的 DNA 与蒂姆·阿诺德、托尼·杰克特以及警方调查的其他任何嫌疑人都不匹配。在巨大的压力下，地区检察官迈克尔·奥基夫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他要求特鲁罗镇上所有单身男性自愿提供 DNA 样本。奥基夫认为，既然凶手就在这个社区，那么通过大规模的筛查，最终一定能够找到真凶。警方随后采集了数百名男性的 DNA 样本，包括维修工人、垃圾收集员和送货员等。然而，这种大海捞针式的调查方法受到了许多质疑。记者埃里克·威廉姆斯就认为，这种做法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在克里斯塔·沃辛顿遇害3年后，案件终于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2005年4月7日，犯罪实验室比对结果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DNA 证据与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麦考文的男性相匹配。克里斯托弗·麦考文时年33岁，是特鲁罗镇的一名垃圾收集员。他负责清理包括克里斯塔家在内的社区垃圾。这个结果让整个特鲁罗镇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没有人想到，凶手竟然是离他们如此之近的人。
警方在麦考文位于一家寄宿公寓的房间里将其逮捕。当时他正躺在床上看卡通片，房间里放着毒品和打开的处方止痛药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麦考文一直生活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在被捕之前，警方曾2次约谈过麦考文，但他都否认认识克里斯塔·沃辛顿。更令人惊讶的是，早在1年多前，麦考文就自愿向警方提供了自己的 DNA 样本。被捕后，麦考文放弃了聘请律师的权利。在审讯中，他再次否认认识克里斯塔。然而，当警方出示 DNA 证据后，麦考文的供述发生了改变。他承认在案发当晚去过克里斯塔的住所，并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还承认殴打了他。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杀害了克里斯塔，而是将罪责推给了他的朋友杰里米·弗雷泽，声称弗雷泽当晚也和他在一起。然而，警方在克里斯塔的尸体上并未发现弗雷泽的 DNA。地区检察官奥基夫认为，克里斯塔遇害前最后一位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就是凶手，而麦考文就是这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警方对克里斯托弗·麦考文的审讯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次关键的审讯并没有录音。警方事后根据笔记撰写了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记录了麦考文在审讯中的供述。这份报告显示，麦考文在供述中多次出现矛盾和困惑，对案发当晚发生的事情给出了至少6个不同的版本。克里斯托弗·麦考文的审判于2006年正式开始。检方坚信，麦考文前往克里斯塔·沃辛顿的住所是为了与他发生性关系，在遭到拒绝后，他恼羞成怒，对克里斯塔实施了强奸和杀害。检方认为 DNA 证据和麦考文的供述是他们指控的关键支柱。法医专家在庭上作证， DNA 证据毫无疑问地表明麦考文曾与克里斯塔·沃辛顿发生过性关系。而负责审讯的警官克里斯托弗·梅森则在法庭上表示，尽管麦考文没有直接承认杀害克里斯塔，但他承认殴打了他，并且看着他死去。梅森警官引述麦考文的话说，我从未想过那位女士会死，这简直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没有一天我不再想这件事。检方在庭上描绘了案发当晚的情形。麦考文当晚大量饮酒，他和朋友在当地一家俱乐部参加了一个说唱比赛，这一场景被一位旁观者拍摄了下来。检方认为，在派对和饮酒之后，麦考文渴望女性的陪伴。大约在凌晨1点30分左右，麦考文开车来到克里斯塔位于特鲁罗的家中，并杀害了他。检方认为，麦考文是独自作案，并且在此之前与克里斯塔并不存在任何亲密关系，除了他知道克里斯塔是谁、住在哪里以及独自居住的事实。然而，麦考文的辩护律师鲍勃·乔治坚称检方的推断完全错误。乔治律师认为，麦考文与克里斯塔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两厢情愿的关系。他向陪审团提出，麦考文很可能在案发前的周四，也就是他收垃圾的那一天，与克里斯塔发生了自愿的性行为，而之后另有他人来到克里斯塔家中并杀害了他。乔治律师还试图向陪审团强调此案中存在的合理怀疑。他指出，他的客户麦考文可能与克里斯塔存在两厢情愿的性关系，而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仅仅是因为无法接受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富有魅力的白人女性可能与一位黑人垃圾收集员发生关系。乔治律师甚至认为，如果被告是白人，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为了反驳麦考文的供述，乔治律师辩称，麦考文在长达6个小时的审讯中受到了警方的胁迫和误导，就像之前的嫌疑人蒂姆·阿诺德一样。另一位曾被怀疑的凯斯·阿马托也作证说，警方曾威胁他要彻底调查他的生活。乔治律师认为，警方对麦考文使用了同样的手段，但麦考文智力有限，无法像其他人一样保护自己。辩方还传唤了一位法医心理学家埃里克·布朗作证，他声称麦考文的智商只有76左右，根本无法完全理解警方的提问。然而，检方反驳说，布朗在对麦考文进行智力测试时，麦考文能够将相对论与爱因斯坦联系起来，并将甘地称为印度的精神领袖，这表明他并非智力低下。检方认为麦考文非常聪明，他甚至编造了一个故事，
将罪责推给了他的朋友杰里米·弗雷泽。弗雷泽在庭上作证时显得非常不自在，他坚称自己案发当晚并未与麦考文一同前往克里斯塔的住所，并且与他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有证人表明弗雷泽和麦考文当晚确实在一起参加了一个派对，并且弗雷泽也承认喝了几杯啤酒，但他提供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并且他的 DNA 也未在犯罪现场被发现。检方认为弗雷泽只是麦考文试图嫁祸的替罪羊。鲍勃·乔治律师还指责警方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失误，包括遗漏了一些纤维、毛发和 DNA 证据，以及急救人员对犯罪现场的污染。最终，克里斯托弗·麦考文本人并未在庭上作证，他的辩护策略是试图通过律师提出的合理怀疑来争取无罪判决。乔治律师在结案陈词中强调，此案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即一位受过瓦萨学院教育、46岁、周游世界的富有继承人不可能与一位黑人、未受教育、生活困顿的垃圾收集员发生自愿的性关系。在克里斯塔·沃辛顿谋杀案的审判过程中，陪审团的裁决无疑是决定性的时刻。经过数天的审议，陪审团最终做出了他们的判决：克里斯托弗·麦考文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听到判决结果，麦考文显得非常沮丧。他的律师鲍勃·乔治也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但他仍然坚信麦考文是无辜的。在宣判前，麦考文首次在法庭上发言，他对受害者的家人和女儿表示同情，并声称自己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然而，法庭并未采纳他的辩解，最终判处麦考文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即使在判决之后，鲍勃·乔治律师也并未放弃为麦考文争取清白。他对陪审团审议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表示怀疑，特别是关于一名白人女陪审员被撤换一事。这名陪审员因其正在监狱服刑的男友批评警方而被法官撤换，乔治律师认为其中存在蹊跷。记者埃里克·威廉姆斯作为全程报道此案的记者，认为尽管更换陪审员的过程有些令人困惑，但他最终对陪审团的决定充满信心。他认为检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说服陪审团达成一致的意见。这起案件对许多人的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里斯塔的父亲托尼·杰克特表示，这段经历就像身处黑暗的隧道，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光明。虽然他最终被排除了嫌疑，但他仍然对陪审团的判决是否正确表示怀疑，认为案件中存在许多合理怀疑。蒂姆·阿诺德则表示，案件终于结束让他感到欣慰，但那段经历至今仍困扰着他。值得一提的是，在麦考文被判有罪后不久，一些陪审员声称在审议过程中存在种族偏见，这促使审判法官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动，召回所有12名陪审员进行质询。他们的证词显示，陪审团的审议室里确实存在种族紧张关系。麦考文的律师鲍勃·乔治认为，这足以构成重新审判的理由。然而，法官最终驳回了麦考文的重审请求，州最高司法法院在2010年也维持了原判。尽管如此，克里斯托弗·麦考文及其新的法律团队至今仍在寻求法律途径，争取新的审判机会，但所有此前的动议均被驳回。克里斯塔·沃辛顿谋杀案是一场悲剧，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社会偏见和司法系统的复杂性。从案件发生到审判结束，历时4年多，留下了无数疑问和争议。克里斯托弗·麦考文是否真的是凶手？有人认为证据确凿，现场证据、供词和他的矛盾陈述都指向他，但也有人像律师鲍勃·乔治坚信他是种族偏见的牺牲品，真正的凶手可能依然逍遥法外。这起案件暴露了调查中的诸多问题，犯罪现场的污染、证据处理的疏漏、凶器的缺失，以及对 DNA 的过度依赖，都让合理怀疑挥之不去。麦考文的低智商和警方未经录音的审讯更增添了疑云。他的辩护团队至今仍在为新审判而努力，但4次上诉均被驳回。案件还揭示了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克里斯塔的私生活被无情放大，从她的恋情到单身妈妈的身份，都成了公众指责的靶子。
检察官奥基夫曾用粗俗的语言贬低他，说他谁都睡，而托尼·杰克特的不忠却被轻描淡写。这种性别偏见不仅影响了舆论，也可能左右了陪审团的判断。对于特鲁罗小镇，这起案件打破了平静生活的假象，居民们一度人人自危，怀疑邻居可能是凶手。如今，艾娃已经大学毕业，与父亲托尼保持联系，过着低调的生活。他永远不会记得母亲的温暖，但克里斯塔的朋友们希望他能知道妈妈曾多么爱他。克里斯塔·沃辛顿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梦想、母爱和无常的悲歌。他的死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损失，也是对正义与公平的拷问。你认为麦考文有罪吗？还是这起案件仍有未解之谜？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